一起来看精彩短剧《好雨之时节》故事解说。一名陌生女人主动找到秦长景，径直向他揭露了一桩隐秘的私情，直言秦长景的妻子与自己的丈夫存在不正当关系，而且这样的私密接触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女人表明自己并非刻意想要破坏秦长景的家庭，只是如实告知秦长景这个隐藏已久的真相。说完这些话后，女人便准备转身离开。秦长景看着眼前素未谋面的女人，语气平静地开口询问，质疑对方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他坦言自己并非不相信女人的言辞，只是二人从未有过交集，对方贸然前来控诉自己的妻子。作为丈夫，无论自己和妻子的感情好坏，婚姻状态如何，在没有切实查清真相之前，他都不会随意怀疑自己的妻子。面对秦长景的谨慎态度，陌生女人表示自己手握确凿证据，反问秦长景是否敢亲自验证真伪。随后，女人向秦长景讲述自己早在1个月前就察觉到了丈夫的异常，顺着蛛丝马迹慢慢排查，才发现了这段隐秘的婚外情。二人交谈间，彼此聊起了各自的婚姻状况。女人得知秦长景与妻子结婚已有2年，却从未有过亲密的夫妻生活。秦长景缓缓道出缘由，他和妻子领证当天，自己就因海外项目紧急出国，回国之后又常年被工作缠身，两人始终没有机会培养亲密的夫妻关系。陌生女人听完秦长景的讲述后，直白地点出其中的反常之处。她认为正常的婚姻关系里，夫妻绝不可能2年毫无亲密接触，直白分析出2种可能性，要么是秦长景本身存在问题，要么就是他的妻子在外早已另有旁人。女人更是直言，即便日常工作生活忙碌，哪怕只是上厕所的短暂间隙，都足以让夫妻之间产生亲密互动。2年零亲密的婚姻状态本身就极不合理。场景切换到一处瑜伽课堂上，授课老师是苏秦，也是众人口中提及的苏老师。上课的学员总能在课堂上闻到淡淡的茉莉花香味，众人这才发现，这股清雅的花香源自苏秦身上。在场的学员相互闲聊，说起了苏秦的身份背景。众人知晓苏秦是宋志杰的妻子，而宋志杰的过往经历极为坎坷且令人惋惜。众人回忆，宋志杰是业内公认的天才医生，医术精湛，前途无量，却在几年前遭遇恶性医闹事件，被人恶意投毒，险些丢掉性命。当年这件事轰动全网，霸占热搜榜单长达1个多月，整个医学界都为之惋惜。业内人士纷纷表示，这是近10年来医学界遭遇的最大损失。一位天赋极高的优秀医生就此陨落，事业彻底停滞。另一边，秦长景的妻子10岁看着窗外下起的大雨，心中担忧在外工作的丈夫，主动拿出手机给秦长景发消息，温柔询问他的归家和返程时间。没过多久，10岁又贴心补发消息，叮嘱外面雨势浩大，让秦长景返程路上开车务必小心，注意安全。秦长景看到妻子的消息后，只是匆忙回复公司正在赶项目进度，语气敷衍，简单交代几句便以工作忙碌为由，终止了和妻子的沟通。随后，晚来公司的同事撞见了留在公司的秦长景，随即疑惑开口询问，秦总监明明晚上8点就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为何还迟迟没有离开？同事想起此前听闻的消息，秦长景今晚原本安排了外出应酬，便顺势提起这件事。秦长景并未过多解释，只是默认了一切。同事见状，只好笑着自嘲是自己关心则乱，多想了。此刻的秦长景依旧维持着忙碌工作的模样，丝毫看不出任何异常。此前和秦长景对话的陌生女人再次复盘起秦长景的婚姻状态，依旧笃定自己的判断，反复强调秦长景结婚2年和妻子零亲密的状态极不正常。再次重申，要么是秦长景自身存在问题，要么就是他的妻子苏秦在外有了别的依靠。画面一转，一辆车子停在路边，车内的人正是程景。程景见到许久未见的亲人，满心思念，轻声呼唤对方姐姐，直白表达自己的想念。随后程景主动提议，想要换一个安静私密的地方相处。此时有人远远认出，和程景相处的人正是苏秦的丈夫宋志杰。众人心中满是诧异，没想到天赋出众的天才医生宋志杰竟然存在听觉障碍，大家纷纷怀疑自己方才是不是看错了。时间线再次回到秦长景和陌生女人的对话，女人再次追问秦长景，重复确认他和妻子结婚2年从未有过亲密接触的事实，不断感慨这段婚姻的诡异之处，直言这样的婚姻状态根本不符合常理。与此同时，有人再次留意到苏秦身上独有的茉莉花香气，发现另一处场景中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花香，2处香味完全吻合。所有人瞬间明白，此前察觉到的异样香味全程都和苏秦有关，只是大家此前一直未曾深究，纷纷感慨是自己想多了，一直被表象蒙蔽。私密的相处空间里，程景对着眼前的人温柔低语，提及自己已经按时吃过药，还带着些许歉意表示
下次一定会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同时轻声撒娇，希望对方下次动作可以轻柔一些。程景掀开衣服，看着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无奈感慨痕迹遍布全身，这样的状态自己根本没办法回家面对丈夫。这一刻，众人终于彻底理清所有隐秘。苏晴和秦长景的暧昧关系全程都隐藏得极为隐蔽，二人从未在公开聊天记录中留下任何破绽，所有的亲密互动和暧昧动态都发布在仅秦长景一人可见的朋友圈里，这也是所有人都没能发现二人私情的核心原因。10岁察觉出丈夫的异常和婚姻的不对劲后，主动联系了自己的朋友穗穗。10岁记的穗穗曾经说过，穗穗的表弟是宋志杰的学生，于是他立刻向穗穗询问，想要获取宋志杰的私人联系方式。穗穗十分疑惑，连忙追问10岁索要联系方式的缘由。10岁并未过多解释，只是坚定的想要拿到联系方式。此前找秦长景爆料的陌生女人再次找到秦长景，郑重向他保证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属实，没有半句虚假。他告诉秦长景，如果他始终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话，可以自行找人深入调查，还主动提出可以提供相关照片作为佐证。秦长景沉默片刻后，郑重告知女人自己会彻查此事。女人见秦长景态度坚定，便询问他是否还有其他想要询问的事情。在得到否定答复后，表示自己还有课程要上，便准备起身离开。女人起身准备离去时，主动提出买单。一旁的宋志杰见状，客气表示自己来结账。女人随即礼貌求助店内服务员，询问是否可以借用充电宝，承诺充电结束后会立刻转账付费。离开店铺前，女人主动叫住宋志杰，鼓起勇气询问能否添加他的微信好友，说明自己想要转账支付充电宝和茶水费用，同时贴心表示，如果宋志杰介意，自己转完账后，对方可以直接删除好友，无需顾虑太多。宋志杰态度温和，十分大度地表示无需如此客气，不过是一壶茶水，一点小事，不必放在心上。随后他沉稳地开导眼前的女人，坦言自己不清楚他贸然找自己揭露这段隐秘私情的真正目的，但他真诚地劝告对方，与其慌乱失措地找自己这个事件相关者寻求帮助，妄图找人同谋，不如冷静下来想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诉求。宋志杰给出了清晰的建议，如果女人还想要维系自己的婚姻，最该做的不是四处求证，而是主动找到自己的丈夫，坦诚沟通，解开矛盾。如果女人无法接受婚姻中的背叛，执意想要结束婚姻，就提前做好准备，想方设法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合法权益。待女人离开后，店铺服务员告知这名女士，刚刚她需要支付的所有费用都已经被宋志杰代为结清。女人心中满是感激，连连向宋志杰道谢。没过多久，宋志杰主动通过联系方式联系上女人，坦诚此前对接的号码是自己助教的联系方式，如今主动提供自己的私人号码。他告诉女人，自己能够提供的帮助有限，但如果后续他需要专业的律师协助处理婚姻问题，可以随时联系自己。经历过这场对峙和开导后，10岁彻底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排班，将接下来1个月的所有工作全部调成夜班。如此一来，他和秦长景的作息彻底错开，每天只有10岁清晨下班回家，秦长景清晨出门上班的短暂时刻，二人能匆匆打一个照面，几乎零交流，零相处。10岁通过日常观察发现，宋志杰似乎始终没有和妻子苏晴摊牌对峙，因为苏晴和秦长景的日常状态、相处模式和以往没有任何区别，依旧毫无收敛，维持着隐秘的暧昧关系，丝毫看不出二人有任何矛盾和裂痕。场景切换，有人专程帮宋志杰取回了母亲的体检报告，细心告知宋志杰，医生已经为其母亲开具了调理身体的药物，叮嘱老人一定要按时服药，同时关切询问老人近期身体是否有不适症状。随后有人贴心调整音量，轻声询问宋志杰当前的音量是否合适，确认宋志杰能够清晰听清对话内容。闲聊间，对方提起了秦长景，夸赞秦长景的名字悦耳好听，还直言秦长景性格十分粘人。对方回忆起过往细节，说起此前宋志杰只是小小感冒，秦长景便冒着大雨连夜从隔壁城市驱车赶来，专程贴身照顾宋志杰，贴心至极。随后对方好奇调侃，询问秦长景是否也已经成婚，还根据宋志杰的性格判断，他大概率不会和其他女人共享伴侣。和秦长景暧昧相处的人十分笃定地表示，秦长景身边只有自己一个女人。旁人随即反问他凭什么如此确定，对方坦然解释，1个月30天的时间里，秦长景有25天都会主动来找自己，每一次相处都十分急切，需求极强。如果他真的和妻子苏晴有正常的夫妻生活，绝对不会呈现出这样的状态。闲聊过程中，众人还刻意提起宋志杰的身体状况，调侃他存在身体残疾，嘲讽当年苏家因为急需用钱
才被迫让苏秦嫁给了身有残疾的宋志杰。众人唏嘘，宋志杰曾经是医学界最年轻的天才医生，风光无限，前途无量，只可惜遭遇变故，身体受损，落得如今的境地。众人更是肆无忌惮地调侃宋志杰，直言难怪苏秦会背叛婚姻，和秦长景在一起。当年结婚时，苏秦就明确表示不想有夫妻生活，宋志杰便真的2年没有触碰妻子，纷纷嘲讽宋志杰身体不行，存在缺陷，言语刻薄，极尽讽刺。刺耳的调侃声不断，却始终传不到宋志杰的耳中，他只能独自承受所有非议与委屈。短暂的喧嚣过后，有人察觉到身边人的不适，发现对方胃部疼痛，连忙贴心起身帮忙取药，还留意到对方双手冰凉，温柔叮嘱对方注意保暖，随即主动邀约晚上一起外出吃饭。对方轻声应允，随口询问吃完饭之后的安排。此刻的相处瞬间让当事人内心触动。结婚2年，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的丈夫秦长景原来也会有紧张在意自己的时刻。另一边，宋志杰的学生主动找到师傅，贴心汇报此前体检问诊的细节，告知师傅，方才医生为他检查耳朵的过程中，师母苏晴和此前爆料的那位小姐都在现场。学生细细回想当时的场景，告诉宋志杰，方才师母在背后悄悄说他的坏话，而那位爆料的陌生小姐却下意识贴心帮忙关上了房门。学生感慨，即便不关门，师傅的听觉障碍也听不到这些刺耳的污言秽语，但那位小姐下意识的暖心举动依旧让人觉得格外温柔。学生忍不住替宋志杰惋惜，直言那位姑娘心地善良，品性极好，却遭遇了不靠谱、不负责任的伴侣，实在是太过委屈遭罪。学生还向宋志杰复盘了他和苏秦的婚姻过往，解释2人婚姻破裂、滋生矛盾的客观原因。结婚前1年，苏秦一直在国外参加各类展览，夫妻2人常年异地分居。婚后，宋志杰又因医疗 AI 项目长期驻守怀城工作，常年异地的相处模式让2人的婚姻逐渐疏离，最终酿成了这场荒唐的婚外情闹剧。场景切换到高端酒店，工作人员私下闲聊，说起酒店一间常年不对外营业的总统套房，过几日将会迎来入住的客人。众人纷纷猜测入住者的身份，热议对方究竟是体育巨星、知名影星，还是手握资本的商界大佬。大家都满心期待能迎来颜值出众的客人，摆脱日常接待油腻客商的枯燥工作。穗穗察觉到好友时穗近期状态异常，整日心神不宁，心事重重，忍不住主动询问10岁的近况，疑惑他为何总是心不在焉，郁郁寡欢。在好友的追问下，10岁终于袒露心声，轻声询问穗穗，离婚是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穗穗十分诧异，连忙追问10岁为何突然说出这种话，疑惑他是否和秦长景发生了争吵。10岁摇头否认，平静却坚定地告知穗穗，秦长景出轨了，而出轨的对象正是2人都认识的苏晴，也就是天才医生宋志杰的妻子。穗穗瞬间恍然大悟，终于明白10岁此前半夜突然打电话向自己索要表弟老师宋志杰联系方式的真正目的。穗穗连忙追问10岁是否已经找过宋志杰对峙，以及他如今的想法和打算。10岁坦言自己内心十分矛盾，她清楚知晓丈夫的背叛，没办法当作无事发生，继续维系这段破碎的婚姻。可一想到独自将自己拉扯长大的母亲，她就不敢轻易提出离婚。10岁的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女儿婚姻美满，一生顺遂。10岁不敢想象，母亲得知自己婚姻破裂，即将离婚的消息后，会承受多大的打击和难过。穗穗得知所有真相后，满心愧疚与自责。她终于明白10岁这1个月坚持值夜班，刻意错开和秦长景相处时间的原因，懊悔自己后知后觉，没能早点察觉好友的委屈与痛苦。在10岁最煎熬、最难过的日子里，没能陪伴在侧宽慰他。为了让10岁散心解压，穗穗主动邀约10岁当晚陪同自己参加应酬，承诺应酬结束后会亲自送10岁回岗位上班。应酬前夕，10岁前往医院取药，工作人员询问得知10岁领取的是调理身体的药物。众人误以为10岁是为蜜月和备孕做准备，纷纷感慨他用心经营婚姻。应酬间隙，秦长景主动和10岁聊起备孕生子的话题，温柔劝说2人年纪尚轻，各自都有稳定的事业和忙碌的工作，养育孩子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财力，建议要孩子的计划可以适当延后。10岁听到这番话，心中瞬间生出猜忌，直白开口质问秦长景是不是在外有了别的人，所以才一再推脱备孕生子。秦长景听到妻子的质疑后，神色慌张，立刻开口否认，表明自己绝对不会做出出轨的事情。10岁看着他紧张的模样，只当是普通玩笑，随口表示以后不会再开此类玩笑。秦长景这才松了口气，顺势敲定暂缓备孕的想法。交谈过程中，
岁岁敏锐发现10岁的手上没有佩戴婚戒，满心疑惑地开口询问。10岁坦然解释，是早上出门太过匆忙，不慎将婚戒落在了家中。看着10岁反常的状态和敷衍的解释，岁岁心中愈发觉得奇怪，总觉得10岁当下的状态格外不对劲。应酬宴会正式开始，有人远远看到秦长景的身影，主动热情招呼身为潮华药业市场部总监的秦长景入席就坐。宴会席间，众人闲聊起一位商界大佬谢池，夸赞谢池能力出众，仅用1年时间就让怀城陈江集团的利润实现翻倍增长。有人透露，谢池下个月即将在云城举办婚礼，迎娶自己的未婚妻江芝。众人还提及，谢池此前在海外小酌微醺时，就曾反复念叨江芝的名字，足以见得二人情深意重。席间有人再次想起宋志杰此前的忠告，提醒遭遇婚姻背叛的人，若无法接受伤害，便要尽力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宴会众人相互引荐结识，有人隆重介绍了宋志杰的身份，称赞他是促成云城大学与怀城陈江集团深度合作的核心人物，能量出众，实力雄厚。众人纷纷起身问好，直言能结识宋志杰是三生有幸。交谈间，有人再次留意到10岁并未佩戴婚戒，心生疑惑。秦长景见状，主动大方介绍，告知众人身边的女子是自己的妻子10岁。宋志杰听到10岁的名字，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轻声开口打招呼，直言没想到会在此处偶遇。苏晴也在这场宴会现场，认出了10岁，主动开口寒暄，提及10岁曾是自己带上瑜伽课的学生，自己曾给10岁上过2节瑜伽课。旁人听闻后十分意外，询问10岁为何从未提及过自己的瑜伽老师是苏晴。10岁只是淡淡回应，并无特别之处，简单带过了这段交集。宴会众人相互敬酒，寒暄客套，氛围热闹。席间有人私下打量着秦长景和苏晴，发现二人同样都没有佩戴婚戒，心中瞬间了然二人的隐秘关系，看破却并未点破。宴会中途，10岁因生理期不适，起身前往洗手间。宋志杰察觉后，主动跟了出来。10岁连忙开口婉拒，无需对方陪同。走出宴会场地后，宋志杰贴心询问10岁是否身体不适。得知情况后，以自己外婆家就在附近为由，带着10岁前往街边小商店购置所需物品。二人来到商店后，店主林怡认出了宋志杰，热情寒暄，询问他何时返回云城，是否探望过外婆。宋志杰耐心回应，告知昨日已经探望过外婆。闲聊间隙，10岁悄悄走出商店打电话，结账时却发现自己未携带手机，无法付款。林怡见状，误以为10岁是宋志杰的女朋友，笑着打趣宋志杰，调侃他身为男士，让女朋友出门忘带钱，无法结账十分不妥，催促他主动买单。宋志杰连忙开口解释，澄清自己和10岁并不是情侣关系，只是普通朋友。林怡并未相信宋志杰的解释，依旧打趣二人关系亲近，调侃宋志杰还在追求10岁。面对林怡的误会，二人都没有过多辩解，简单结账后便一同离开商店。离开后，10岁满心愧疚地向宋志杰道歉，坦言给对方造成了不必要的困扰，无奈表示知晓二人真实婚姻状况的人极少，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10岁此刻才彻底确认宋志杰和苏晴属于隐婚状态，从未对外公开婚姻关系。返回宴会包厢的路上，宋志杰的学生恰好赶来，将提前准备好的东西交给宋志杰，随后便礼貌告辞，返回学校。回到包厢门口，宋志杰贴心告知10岁，包厢内设有独立洗手间，比公共洗手间更加方便干净，让他就近使用。10岁依旧客气婉拒，坚持选择公共洗手间。宋志杰见状，贴心提醒他衣服不小心被弄脏，需要及时更换。10岁连忙道谢，主动提出后续会一并偿还购物和洗衣的费用。宋志杰却毫不在意，直言无需着急。包厢内的友人看到二人迟迟未归，调侃宋志杰不担心自己的小娇妻出事。宋志杰淡然回应，坦言10岁性格独立，不会撒娇，不会示弱，遇事也不会主动找人帮忙，向来沉稳克制。宴会另一侧，秦长景和苏晴私下独处，氛围暧昧。苏晴故作吃醋模样，调侃秦长景刚刚和旁人交谈过密，反问他是不是吃醋了。二人相处间动作亲密，言语暧昧，全然不顾各自的婚姻身份。独处的过程中，当事人内心满是触动，回忆起过往的瞬间，曾经自己最狼狈无助的时刻，有人默默捂住自己的耳朵，替自己隔绝所有刺耳的流言与伤害，稳稳接住了自己所有的脆弱与不堪。当事人一直极度厌恶无声寂静的世界，可在那一刻，他才发现寂静也能拥有温柔美好的模样。与此同时，公共洗手间外传来阵阵敲门声，有人被困在洗手间内，不断拍打房门呼救，却始终无人应答。
门外众人也纷纷疑惑洗手间房门为何会莫名锁死，不停呼喊里面的人开门。门外的同伴察觉情况不对，连忙拉扯住被困人员的同伴，劝说对方不要继续纠结，猜测是房门出现故障，催促对方赶紧返回宴会包厢，避免众人担忧。二人匆忙离开，彻底忽略了被困在洗手间的人。众人回到包厢后，有人询问10岁为何离开许久才归来，10岁以整理弄脏的衣服为由简单回应。有人看着10岁身上的定制款新衣，十分羡慕，坦言这款衣服的设计师名气极大，自己此前多次托关系想要定制，都被设计师拒绝，没想到10岁能轻松拥有，十分好奇他的人脉与渠道。10岁不愿过多解释，只随口回应是路边随意购买的。紧接着，有人又留意到10岁脖梗处的异样，连忙开口询问，10岁只好以皮肤过敏为由搪塞过去。随后众人提议继续下半场娱乐活动，早早定好了场地，热情邀约10岁一同前往。10岁身心疲惫，婉拒了众人的邀约，以学校还有工作未处理完毕为由，提前离场。众人见状，纷纷感慨10岁性格清冷，与众不同。宴会彻底结束后，现场人员陆续离场，有人再次主动上前询问宋志杰的私人手机，想要添加微信好友，方便后续联络。整场风波过后，所有人都深陷这段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之中。原本毫无交集的平行线，因为一场背叛，两段错位的婚姻彻底交汇缠绕，所有人的命运都在悄然发生改变。